我敢打賭，你點進來是因為阿蘭·瑞奇森那張比冰箱還大的臉。先說結論，這部侵略機器不是什麼深奧的人生哲學，但如果你想看一個人肉坦克怎麼手撕外星機械，這就是你的年度最佳爽片。在開聊前，先幫老頭 Z 按個訂閱吧，現在的演算法真的很難搞，不訂閱一下，老頭 Z 真的會消失在茫茫網絡大海裡。這部 Netflix 原創電影自從3月6號上線以來，話題就沒斷過。爛番茄85%，IMDB 快破7.5，在這種動作爽片裡可以說是傲視群雄。重點是他拍出了那種久違的拳到肉的重量感。導演派崔克修斯就是拍過《殺手保鏢》的那位，他太懂觀眾想看什麼了。他沒打算跟你講道理，他直接把一群最強的游騎兵候選人丟進森林裡，而且他還請來了丹尼斯·奎德坐鎮，那種老派軍事片的威嚴感瞬間就立住了。你看這架勢，老頭 Z 一眼就看出來，這絕對不是什麼普通的軍事演習。阿蘭·瑞奇森這次演的主角編號81，他不是什麼超級英雄，他只是個想透過選拔的戰士。但你想象一下，當你已經精疲力竭，快要達到人類極限的時候，突然發現你要面對的不是敵軍，而是從天而降的未知威脅。這種降維打擊的震撼感，就是這部片最聰明的掛鈎。這部片最神的地方在於，他把動作場面處理得非常精簡，沒有那種亂七八糟的運鏡，而是讓你看清楚每一下重擊是怎麼落下的。我這個老頭自己看了快30年動作片，很少看到這種把科幻元素融入的這麼真實、這麼沉重的處理方式。好，背景交代完了，我們進入正題，看看這爽片到底贏在哪裡。如果要用一個詞形容這部片的動作戲，我會說極度野蠻。電影前30分鐘完全是在建立特種部隊那種變態的選拔氣氛。你第一次看到這段訓練時，可能會覺得這不就是另一部魔鬼女大兵或金甲部隊嗎？但導演這是在給你做心理建設，因為越是極致的人類體能，在後面的科幻對決中就顯得越渺小。等到那個東西出現的時候，整部片的調性瞬間切換，它不是那種閃閃發光的变形金剛，而是看起來很像某種政府地下室研發出來的黑漆漆的工業杀死机器，那种機械運作的齒輪聲、金屬碰撞的聲音，隔着熒幕都能讓你感覺到冷。這就是老頭 Z 說的技術轉換為情緒，它讓你感到的恐懼不是劇本寫的，是聲音和質感直接奏在你臉上的。這一段你想象一下，你手裡只有幾把步槍和一些演習用的空包彈，而眼前的鐵疙瘩卻有無窮無盡的彈藥和防禦力。阿蘭·瑞奇森那種教科書般的戰術反彈，真的看得我熱血沸騰。這哥們兒不是在那兒亂射，他是在算距離、算角度，那種以凡人之軀抗衡鋼鐵的戲劇張力，導演控得死死的。更厲害的是群戲的表現，史蒂芬·詹姆士和傑寇特尼幾個演員的化學反應很自然。在生死關頭，那些訓練中的矛盾和誤解全都轉化成了戰場上的默契。這不是那種大家為了大義突然變好的矯情橋段，而是一種生物求生的本能。導演沒把觀眾當白痴，他知道如果你想拍出一場讓人手心冒汗的戰鬥，你必須先讓觀眾愛上這群大兵。等等，我剛才說這部片是凡人對抗機械，但其實真正的反轉在這裡。老頭在看到一半才發現，這根本不是什麼外星人入侵，這背後的政治陰謀比眼前的鋼鐵怪物還要讓人後背發涼。沒錯，我們換個角度看，這部片真正的反派可能根本不在這片森林裡。好，誇也誇夠了，老頭自己得說句實話了。我在看到第45分鐘的時候，差點在我的沙發上睡着了一下。為什麼？因为这剧本的公式感實在是重得像我阿嬤烤的法國麵包，硬到不行，有些轉折你閉着眼睛都能猜到。那個最吵的大兵肯定第一個領便當，那個最冷靜的長官肯定有秘密。這套路真的太1980年代了，特別是有些台詞尷尬到讓我想隔着熒幕幫編劇改稿。我們要麼一起生，要麼一起死。拜託，這種話連好萊塢 B 級片都快不說了。電影想探討什麼勇氣、戰友情，結果層次感薄的像張影印紙。這就是老頭子說的，如果你是抱着看敦刻爾克或怒火邊界的心態來，你絕對會失望到底。還有那個反派機器的 AI 設定，邏輯硬傷多到數不完。主角一個肉身引導，機器就乖乖撞牆。我說大哥，你這可是花幾十億研發的侵略機器，智商能高過掃地機器人一點嗎？不過話說回來，如果你能無視這些漏洞，把大腦關掉一半，這部片的後半段戰鬥還是能把你那些不爽給救回來的。你看這場森林大戰，導演用了很多廣角鏡頭來凸顯戰士們的無力感。雖然劇情漏洞大，但場景調度是真的一流。有一幕阿蘭跟機器肉搏的畫面，我發誓我連呼吸都忘了。
雖然我們都知道主角有光環死不了，但那種壓迫感是騙不了人的。這是這部片最矛盾的地方。他編劇不認真，但技術組可是玩了命在拍。這就讓我想到現在的電影市場，很多片子想講大道理，結果拍得一塌糊塗。而侵略機器反其道而行，他知道自己就是個漢堡肉，所以他把調味料加到最滿。你不能說它是米其林，但你吃得爽不爽？爽啊！老頭 Z 覺得這就是 Netflix 給我們的周末標配，不要有負擔，看就完了。總結一下，《侵略機器》這部片到底是給誰看的？如果你是阿蘭·瑞奇森的鐵粉，或者是那種看到戰術背心和科技盔甲就會興奮的裝備控，這部片你絕对會看得愛不釋手。他的動作場面對得起他的預算，甚至在某些動作細節上，他比很多院線大片都要扎實得多。但如果你是那種對邏輯有潔癖的人，或者是想在 Netflix 找下一部奧本海默的質感控，我建議你直接右轉去看別的。這部片會讓你罵編劇罵整整2小時。不過說真的，人生这麼累，有時候看這種類型片反而能讓神經徹底放鬆。這就是侵略機器的生存之道。它不完美，但它很誠實。老頭 Z 的一句話總結：阿蘭·瑞奇森成功證明了，只要身體壯到一個程度，真的可以撐起一整部電影的邏輯。不管是 Netflix 還是院線，這種純粹的不裝逼的動作片其實越來越少了。我們批評它套路，是因為我們還想看到它更好，而不是希望它消失。你說是吧？如果你看完影片還意猶未盡，老頭 Z 強烈建議你去翻翻幕後花絮。這部片的很多動作戲是真的實拍，沒在那邊全程綠幕哈利波特那種真實的泥濘感和爆破，真的是後期特效算不出來的。這種尊重實拍、尊重硬漢文化的態度，是我最終給他及格分的重要原因。老頭 Z 的觀測報告就到這兒。雖然這台侵略機器的作業系統有點舊，但它的引擎是真的猛。如果你這周末想找點東西來配垃圾食物，這部片就是你的最優解。記得不要帶腦袋，帶好你的爆米花就行了。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我，你覺得阿蘭·瑞奇森更適合演目前的這種人肉坦克，還是你其實更希望看到他去演蝙蝠俠？這個選邊站的問題，老頭 Z 等你們回答。對了，別忘了訂閱加分享。老頭 Z，我們下部片見。